这是我们设计制作的一台巨型列车，没有错，它也是可以起飞的。我前面试飞过飞行坦克、飞行航母、飞行自行车，这一次我把飞行列车也给补上了。但是火车要飞起来还真没这么容易，整个车体自身是无法产生升力的，这又是在挑战我们的设计功底和空气动力学基础。我想到的第一个方案是给每一节车厢加一个机翼，但是慢慢的感觉就不太对，这不是蜈蚣吗？直接给 pass 了。第二个方案是把动力和控制系统全部放在车头，车厢就当成一个特别长的尾巴。慢慢的我又发现它越来越像另外一个东西，这就是风筝呀。我决定转变思路，就用风筝来试一试。在违反空间站都能对接，我飞个列车问题应该不是很大。风筝在体型和长度上还能更加还原，造无人飞行器我在行，但是风筝还真不熟，所以这一次我拿着方案就去找外援了，帮我违反师傅。这一次先去学技术，下一回我说不定就能自己弄了。有老师傅的加入，我决定直接整个最大的，车长10米，车高 1.8 米的巨型列车。这个尺寸还不是老师傅的极限，是我钱包的极限，再放大一点就和真车一模一样了。到时候这个轮胎这两边能不能加两条灯上去，就看起来像个铁轨。可以的，就是有点复杂。那就还是可以实现的。可以。我刚开始还以为会需要3维建模弄一个施工图什么的，老师傅拿着2张图片直接就开始施工，看得我一愣一愣的。风筝制作第一步扎制，整个飞行列车主体框架全部是竹子。我刚开始还在想用碳纤维是不是也可以，后来发现有些细节还只能是竹片，不然细节的弧度是出不来的。扎好一个个小框架，再拼接到大的主体上，做成一个完整的列车。头尾钢丝贯穿连接，绳子用的都是凯夫拉，没有错，就是防弹衣同款的凯夫拉纤维。巨型风筝飞起来几百公斤的拉力，一般材料还真承受不住。整体框架完成就可以糊制。我们这一次用的是打印好图案的布料，可以直接跳过上色工序，缩短工期。但是整个车厢的糊制也是耗时了1个多星期，尺寸实在是太大了，加上很多细节管道，最后就是激动人心的放飞环节。10米长的列车不好运输，还特意拆分成了2节，现场再拼接组装。这里是有一个锁扣，整段可以拆卸下来，分成2节，不然这个10米太长了，一般的车都装不下。你是不是觉得马上就能起飞？还真没这么简单。全部的风筝趴在地上晒着太阳等风来，更不用说这个快接近200斤重的车头。有的人会好奇，这个车头没有机翼怎么能飞起来呢？其实大部分没有翅膀的风筝都会需要一个叫领航风筝的东西，完全靠领航风筝拽着起飞。当然后面的车厢腰节也能提供一部分的升力。我们就这样晒着太阳测试了1天，领航风筝换了一个又一个，终于在下午4点成功离地，但这也就维持了60秒，后面风速越来越小，就再也没有成功起飞了。这个列车实在是太重，对于风速需求比较高，但是起飞还是没有问题的。等违反风筝节直接去惊艳现场。Wrapped in biting wind, hearts will never bleed, frozen and banished out of greed. In their restless dreams, they try so hard to breathe. 可以准备起飞了。 Flutter and sting within this bleakness. 然后这个风筝它是有100多斤，它是不是全场最大我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是全场最重的。准备好了没？奔田启动！ Pain will come with the blade. Pain will wake up the despondent crowd in this dormant world somehow. Unsheath the sword not to kill. Unsheath the sword to rend those clouds above the ground. Wake up, it's time to gather now. The only warmth remains in hands clasped so tight. The only fire exists in brave hearts. Seasons that refuse to change over the years will find their way back on track. 怎么样？这个效果能不能获得你的一键3连？话说，你们有多少人是在现场看到了的？飞起来是真的帅，但重也是真的重。
你们肯定不知道我们飞行了几天才有这1分钟的画面。为了追求视觉效果，制作的尺寸太大，导致重量严重超标，起飞特别困难，光抬都需要4个人以上。我们带着猎兽出去了7次，只有3次成功起飞，3次就浓缩了这1分钟的画面。另外还要感谢这次参与制作和放飞的师傅们，光制作就耗时了1个多月，让我来肯定是搞不定的。好了，以上就这一次飞行列车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3连和关注支持，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我是布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